Hello everyone，我是生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南京西路的地舵表专卖店，听说今天这里面有一位大人物，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其实熟悉骑行的朋友啊，刚刚其实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的大人物和骑行肯定有关系，他就是获得了多个世界冠军，甚至是2次奥运会冠军的法扁。没错，法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店里，和我们共同来做一些关于骑行的分享，而且在今天晚上，他还将带领大家去真实的感受地舵表这2年来一直所倡导的骑行。你好。听完了我们冠军的分享，我也赶快来做一下冠军坐过的座位。其实刚才法扁分享了非常多关于他职业的生涯也好，包括一些参赛的经验，再到一些来中国的体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当你夺得冠军之后，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簇拥你，可是当你要面对失败的时候，这些人可能都不会在你身边。所以在逆境当中，你要学会如何总结经验，如何去天生敢为。我们现在转场来到了风景优美的滨江大道，接下来我们就要和法扁一起去骑行了。拿好了手环之后呢，首先先要去测个身高，第一次量胯高，朋友们，还要往上提吗？就是要把它卡死是吗？可以吗？多高是25.5，好，95.5，好，可以。哦，我长高了0.5厘米，我是179.5厘米，现在还离1.8米，差0.5，看看我能不能还再长2年。量完身高和胯高之后，就是拿这个号牌呢，会绑定一辆我的车，待会儿呢，我就要骑着它骑行20公里。我今天真的是没有做好20公里的这个准备，不知道会骑到哪儿去。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其实在制表界和自行车相关的赛事有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品牌会对自行车赛事进行赞助，也有品牌呢会做一些和自行车相关的手表，但是既有自己的职业自行车队，同时还推出了专业的骑行腕表的品牌，在我的印象里就只有地舵表一个。那地舵表职业自行车队呢，其实是2023年由发变和地舵表共同所携手创立的。那在这2年来呢，他们已经在不少的世界大赛当中展露了身影。所以呢，今天我也特别挑选了一块地舵表专门为骑行所推出的零潜行 FXD 计时腕表的专业骑行版。我们来看看这款腕表有什么奥妙。那这款专门为骑行所打造的腕表，它是采用了碳复合材质，所以非常的轻盈，而且我们可以在细细的观察之下发现它的这个计速刻度非常的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计时码表会在外圈有一个计速刻度，但是那些计速刻度呢，绝大多数都是为汽车测量速度而设计的。但是在这款腕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表盘的内圈有3圈红色的标刻，它就是为自行车赛的测速而专门设计的。而且在这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地舵表非常经典的雪花指针，在2个计时的小表盘当中呢，也以红色来进行勾勒。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计时元素都通过红色来做醒目的标识。而且这款腕表呢有43毫米的表径，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合理，佩戴在我这样小腕围的手当中呢，也是非常合适。再加上轻盈的佩戴体验，对于骑行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此时此刻，我所有的装备其实已经在这个环保袋当中了，还有个专业的头盔。我不知道去哪儿换衣服，但是我们待会儿换好衣服再见。这个既然是专业的骑行，我们就要搞专业的。刚才那个衣服呢有点穿错了，我再重回去换一下。这次我感觉应该是穿对了，但是就是有一种脚该往哪儿迈的感觉。现在发变呢在亲自调试他自己的赛车，我不知道这辆是不是他自己从瑞士带来的，还是我们国内的。但是待会儿他是我们这组的领队，希望跟得上他的速度。左转，右转，这个是地面有颠簸，然后我们带大家安全的回来，就这个没有。好，谢谢，天生敢为。我们现在出发了，然后先要推一段啊。这个骑行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随地大小骑，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路线。我们现在啊骑车的这个起始路程跟平时骑共享单车的这段路差不多。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专业的赛车好像没有铃声，所以我前面有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提示他们。我觉得这种专业的赛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太轻，加速度太快，所以它很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这可能也是很多骑行的人，我们可能一般人没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摔一跤那么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骑上这辆赛车之后才有的真实的感受。我今天被分到的这组是，除了发biển和他的队友，其他的都是专业骑行博主，所以我在非常努力地追赶他们。刚才有过弯道，我发现专业骑行的选手和我们日常骑自行车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过弯道都在加速，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把速度放慢了一点。现在呢，我们骑到了1/3，在一个公园里，然后其实旁边的景色很美，不过我的能力呢，没有办法把这个 GoPro 拿开给大家看。但是我发现大家其实都非常的 enjoy 在这个骑行里面，还可以拿出手机相机在拍摄。现在这一段骑得很爽，有一种驾风而行的感觉。行程过半，刚才有一个补给点，然后现在的路线是原路返回。终于碰到一个红灯，可以擦擦汗。这个今天这个体脂应该是刷掉了不少。好，走喽。红灯逐渐变多了起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刚才出发的时候，因为我的衣服比别的人都松一点，所以我的衣服没有办法塞手机，我只能交给同伴。然后我的同伴就说，如果你一会儿没有跟上大部队，自己迷路了怎么回来？这个问题真的还好，我跟得紧紧的。应该马上就到了。我觉得骑行真的是对有一个部位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待会儿下来一点，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终于结束了这人生中的第一个20公里，而且他们把我跟专业组放在一起，我这一路上真的是全神贯注。而且我有2个特别深的感受，一个是骑行真的需要专业，有专业的装备、专业的腕表。我觉得发扁不会被称为是当代的斯巴达克斯，因为我一直在他后面骑，他的整个臀大肌和他的小腿肌肉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有爆发力。哦，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开始了计时，现在我们计时停止。好，现在是晚上的9点19分，整个历时大约是1个小时02分钟。好，这一趟地舵表的骑行之旅真的非常累，希望这期节目呢，观众朋友可以喜欢，大家一起去感受骑行的乐趣。因为有了自行车，我觉得我和风成为了朋友，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生生动动的频道，给大家一个键，3连大动作，下期见。最后还有个彩蛋，作为这么大能量消耗的一个运动结束呢，地舵也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美食。接下来我不想再聊了，我要去吃美食了。